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好奇过，那些在动物园或是博物馆里面的动物标本是用真的动物做的吗？是的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放到10几20年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动物标本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大家如果有去过动物园或是博物馆，应该都会看到一些长得超逼真的动物标本。这些动物标本虽然有些是假的模型，但也有不少是用真的动物做成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把动物做成标本？这个问题其实一直都有很多的争议哦。不少人觉得做标本其实是一种剥削动物、很不道德的行为，但也有人认为动物标本技术对于动物保育有很大的贡献。有人认为标本是一门艺术与时尚，甚至还能用标本创作出幻想中的生物，用标本说故事。那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艾琳·达哈姆的导演，就带着这些对于标本的好奇，去访问了很多专业的动物标本师，最后拍成了一部叫做《我是动物标本师》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里面就揭露了动物标本师这个神秘职业背后很多不为人知的生活。标本师平常在干嘛？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跟动物尸体为伍的工作？今天就让我们透过《我是动物标本师》这部纪录片，一起来认识动物标本师吧。动物标本师顾名思义，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把已经死亡的动物做成可以长久保存的标本。制作标本的方式有非常多种，而纪录片里面主要介绍的是其中一种叫做剥制的技术。剥制的过程有点复杂，但最简单来说可以分成3个部分。首先，标本师会把死亡的动物进行清洗跟理毛，然后把动物的毛皮剥下，再把这个皮拿去用化学的药剂进行防腐的处理。而再来，动物标本师需要构思这个标本最后要呈现的动作，然后依据动物的体型还有肌肉的样子，制作出一个所谓的标本假体。这个标本假体可以想象成是标本的肉，然后呢，在完成这个假体之后，就可以把处理好的毛皮缝合到这个假体上面。最后的成品就是一个栩栩如生，可以被长久收藏、保存跟展示的动物标本。这些步骤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要做好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标本本身是死的、不会动的东西。那为了要能够呈现出动物生前的生命力，一个好的标本师除了要非常熟悉这个动物的身体结构跟习性，还要有很强的观察力、想象力跟美感。他们就连每一根血管还有皱纹的位置都要经过非常仔细的考量。所以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标本师，需要非常大量的训练。但因为目前专门的标本学校并不多，所以纪录片里面的标本师大部分都是透过自学或是当学徒的方式，一点一点的磨练技术。不过问题就来了，他们那么辛苦的保存这些动物尸体，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制作标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研究跟教育。纪录片里面的标本师提到，对于大部分的现代人来说，大家都很少接触到大自然跟野生动物，所以谈什么环保、动物保护都是一个比较抽象、遥远的概念。但是当大家可以真的看到，甚至是触摸到这个动物的时候，大家就会更深刻的体会到大自然的美好，也会更进一步的想要去关心跟保护自然。不过因为活体动物非常珍贵哦，尤其是一些比较危险或者稀有的野生动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的。这个时候，动物标本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像是影片里面采访到了一个保育动物收容所的负责人，他就提到说，虽然他没有办法把活的美洲狮带到课堂上面给学生看，但透过美洲狮的标本，学生可以看到、摸到真的美洲狮，让他们对于课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让他们愿意更进一步的去认识这些动物。那除了研究和教育用途之外，也有些标本师认为，标本能够为已经死亡或灭绝的动物赋予第二次的生命。这部纪录片里面呢，采访到了一个叫做乔治·丹特的博物馆标本师，他最有名的作品是世界上面最后一只平塔岛象龟孤独乔治的标本。平塔岛象龟是生活在加拉巴哥群岛的象龟，它们曾经是世界上面最稀有的动物，也是全球物种保护运动的重要象征。那虽然学者们非常积极的为平塔岛象龟进行复育计划，但这些计划并没有成功。2012年，最后一只平塔岛象龟孤独乔治过世，平塔岛象龟从此永远的在地球上消失。那为了让将来的人类能够认识这种物种，所以学者们决定要把孤独乔治制作成标本。所以孤独乔治的身体被冷冻之后，送到了在纽约市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由标本师丹特负责进行标本制作。丹特提到说，当时他为了完成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标本，几乎是用尽了他毕生的所学，除了要从科学的角度客观的认识和了解这个平塔岛象龟的构造和习性，他也要想办法呈现出孤独乔治生前的个性。当这个作品完成之后，当初
照顾孤独乔治的研究员一看到就马上落泪，让丹特觉得这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对他来说，这个标本已经不是单纯的研究或是展示道具，而是一件艺术品，让他为孤独乔治赋予永垂不朽的生命。其实不只有丹特电影当中很多的标本师都提到说，制作动物标本的工作其实就是一种艺术创作。纪录片里面的几个标本师提到说，制作标本的过程当中，他们会体验到所有艺术家的强烈情绪。像里面提到一对来自荷兰的艺术家组合，他们决定把标本当成是一种艺术创作，运用动物标本来讲故事。所以他们制作的标本跟追求精准逼真的传统标本完全不同。比如说在做老虎标本的时候呢，他们会刻意的放大老虎的下颚，来强调这只老虎捕捉猎物的野心。因此这些作品呢，都会有很夸张的线条来展现出这些动物最戏剧化、最美的姿态。而另外一位美国动物标本师萨丽娜的作品更有趣他专门用标本技术来制作幻想中的生物，像是把乌鸦的头跟黑猫的身体结合，做出一只哥德狮鹫兽，或是用小羔羊结合鲤鱼的尾巴、松鸡的这个翅膀和这个祝鹿的脚，创造出12星座中的摩羯座。但不论是从科学还是艺术的角度出发，片中的动物标本师们呢，都常常需要接触和处理大量的动物尸体，也因此面对了不少异样的眼光。现代标本技术的起源其实跟探险打猎的活动有很密切的关系，像是现代动物标本之父卡尔·艾克利呢，本身就是非常有名的猎人，猎杀了无数的野生动物。但现在大部分用来制作标本的动物都属于自然死亡，另外呢，也有因为意外事故或者生病等等原因过世的动物，有些甚至是重新利用博物馆里面收藏的旧标本再次翻新制作而成的。所以目前经由狩猎取得的动物尸体其实非常的少。影片里面的一位标本师就强调说，他一生中就从来没有杀过任何的动物。有些剥制标本的团体呢，还会直接告诉想要加入的新人，需要发誓不会有动物因为标本受害。可是因为过去的印象根深蒂固，很多不了解现代标本师工作的人呢，会以为他们为了制作标本去杀害动物。有的人甚至认定说，做标本师的人呢都很嗜血，脑袋不正常。像纪录片里面的一位标本师就说，他刚开始自制标本的时候，亲朋好友还觉得他的脑袋有问题，劝他的父母带他去看医生。就算是现在他已经是博物馆认可的动物标本师，他跟别人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也还是会担心人家的异样眼光，所以只能够半开玩笑的自称是立体野生动物艺术家。而这些批评跟攻击一直都让动物标本师们非常的困扰，有些人呢甚至还会收到恐吓信件，常常需要厘清这些负面的形象。我们在看《我是动物标本师》之前呢，因为对于标本师这份工作很陌生，所以听到标本跟标本师其实都会有一种蛮猎奇恐怖的感觉。但我是动物标本师的标语一开始就给我们很深的印象。他说，标本师制作标本并非是看到死亡，而是因为看见生命。整部纪录片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每一位动物标本师怎么花费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了解大自然，去野外进行调查，去保育中心跟动物互动，想尽各种方式来观察跟研究动物。而他们制作动物标本的目的，大部分也是想要推广跟关心自然，赋予动物第二次生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恐怖。那当然，这部纪录片里面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段落，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完，像是标本师怎么用标本技术做出拟人化的猫猫标本，或是时尚精品。另外还有世界标本大赛，可以看到世界各国标本师之间的 battle， 真的非常有趣，推荐大家亲自去看看，会更加有趣。而且重点是，这部纪录片现在还可以免费观看。最近我们在 Giloo 平台上面建了一个志祺七七私房片单，里面精心挑选了10几部想要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包含了俄国人最讨厌的男人戈巴契夫纪录片，还有记录小粉红生活的少年小照、经典动画蓝色恐惧等等。只要输入这个序号或是点一下资讯栏专属连结，就可以免费观看志祺七七私房片单30天。有兴趣的观众欢迎到下方查看哦。好的，那最后也想问大家，假设有机会的话，你会想要当动物标本师吗？ A 想要觉得这个职业很有意义， B 不想要虽然很有趣，但每天跟动物尸体工作还是有点怕怕的， C 没有特别的想法，我觉得只要能够养活自己就是好工作。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欢迎放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标本师的故事。此外呢，可能你这个地方看刺青师以及戈巴契夫的讨论。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